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我刚刚把 Vlog 2上传上去。这个 Vlog 2真的是命运多舛。首先是我录制的时候 Photo Booth 出问题，然后我录了2遍完整的，第3遍只录了后面那一段。录完花了1个多小时，录完之后呢，我就上传 YouTube， 剪辑完上传 YouTube。YouTube 的因为没有验证，因为视频长达20分钟嘛，超过15分钟的视频就需要 YouTube 验证一下你的手机号。当时不知道这一些，所以我的创作习惯是，我把视频上传之后可以写一下 title 是什么，然后就开始输入字幕。当我把字幕改完之后，我发现视频上传失败。字幕我花了快1个小时改，然后这个工作打水漂了。我接下来就查说 OK 为什么这个视频不能上传，结果是我要验证。OK 好不容易验证完了之后，因为大家会发现视频我做了简体的、繁体的还有英文的，又由于这一次视频特别长，它有20分钟，这个字幕翻译成英文真的是困难重重。ChatGPT 它可能是就是 OpenAI 会确保说它每一次给你计算的那个量是固定的，假设这个量是1，然后我给它发的工作量可能是5，它就要分5次发给我，这是我最后我才跟它达成的一个妥协，我让它分成5次发给我。一开始 ChatGPT 它会偷懒，它给我翻译了前可能15行之后，下面它就不翻译了，但它依然告诉我这是一个完整字幕。去他妈的完整字幕！然后我就开始跟 AI 斗智斗勇。哎呀，又折腾了一阵子，终于全部3种字幕都上传了。这个 Vlog 002是我第1个真正意义上开始分享一些爱好跟创作过程的视频。它也很有意思，就是这个视频自带的磁场仿佛是帮我 debug 这一路上会出现的所有问题。哎呀，我终于好了，终于 debug 完了。然后 congratulations to me。 接下来讲讲啥？接下来讲讲今天跟 Verizon 就是那个网络供应商讲价的事情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版主那里买的琉璃貔貅，就是这一对小貔貅，这个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。他俩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琉璃的东西啊！我发现琉璃的声音跟玻璃还真是不一样，就是你们听到了吗？就是它这个玻璃的声音很独特。因为我也在记录，我在 App 上管这个叫貔貅的功绩吧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每天因此记录一些我的丰盛的事情。所以今天 Verizon 讲价的这个事情，我也归咎在貔貅的功能上面。首先是我发现我的那个 Verizon 这个月的账单是$50，300 Mbps 的网，它1个月要我$50。你这个杀熟杀的真的是有些过分了啊！然后我又查了查它的对价 Xfinity 400 Mbps 它只要我$30一个月。虽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涨价，但是它只要30块钱一个月。然后我就去跟 Verizon， 我就直接告诉他 cancel subscription please。我其实也没有指望他能真的给我降到$30一个月或者更便宜，我就说你直接给我 cancel 掉吧，我也不想跟你们多逼逼了。我先是周3去跟他们讲价，就是 Verizon 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你打电话，还有一种他们有一个东西叫 live chat， 就是你可以打字跟他们那个雇员聊天说 OK 我要 cancel 我 subscription。 你好像在网页端是没有办法这么操作的，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客服去这么讲。然后我其实也不怕打电话了，但问题是周3我先尝试在网页上 live chat 上跟他们沟通，
沟通连续2次啊，都是客服正在给我联系有权限去 cancel subscription 的专员的时候，那个网页他说你要么sign out，要么刷新，sign out肯定就没了呀，刷新了之后他也没了，连续2次，然后我又尝试给他们打电话，那时候已经晚上8、9点了吧，好像又过了他们的电话的时间，然后我就说算了，就是这个事情就是高林告诉我说你晚点再办，我现在学乖了，我现在不会一条路就是走到黑了，我说 OK 那就晚点再办。然后昨天周4试了一下还是不行，今天周5试了一下，他们好像网络修好了，就是稳定了。我就跟他们专员说，我说他们专员啊，他们因为去年他们专员告诉我说，你订阅 StarZ 这个 app， 他会给你减免5块钱，就是50块钱，他给我降到45，然后又多一个 StarZ 的这个流媒体平台的 subscription， 我就说 OK， 这个 StarZ 我也没看了，便宜5块嘛。结果呢，这个月其实不是50，这个月是50的基础费用，再加上$10的 StarZ 的 subscription 的费用，60块钱，我他妈疯了，真的是。然后就去跟他们讲价，他们专员说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把 StarZ 这个 subscription 给你 cancel 掉怎么样？我说 no， 我说 cancel both， 我说人家 Xfinity 400 Mbps 只要$30一个月。那个专员他也没有再强行挽留我，他说好吧，我就把你转给具有 cancel subscription 权限的员工。然后那个员工来了，我上来就跟他说，我说 please help me cancel subscription for Verizon， 他就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因为 Xfinity 更便宜，就是这么便宜。然后他说好，他说我会，他的意思就是他帮我找找有没有类似的折扣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你除非你有权限把价格打到25块钱一个月，不过分吧？400 Mbps 只要30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你25 300 Mbps 我觉得不过分，价格保持3年不涨价。3年不涨价，其实我是本来要去跟就是我转到 Xfinity 家之后，我要去跟他谈，我说你3年别给我涨，我就转到你们家。然后那边专员就是研究了一会儿跟我说，他说这样，我给你折扣价，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账单，他们的折扣价折扣到减$15，是我作为一个多年的 Verizon 老用户，他给我减$15，所以50的价格最后给我打到了35。然后我说 OK， 还不换，我说你给我多久不涨价？他一开始说，他说没得谈，后来又跟我说 OK 2年内不涨价。所以我感觉我同意了呀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2年之后我再跟他们 battle 嘛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35一个月300 Mbps 2年不涨价这个 deal 我还觉得可以。虽然我知道有很多小红书上有很多攻略，就是教你怎么有点过分，可以说有点下流的嘛，要把价格打到极低，甚至是还有人要免费的地步啊，去干这种事情。但是我觉得说35我负担得起，你也不需要太便宜，但是你也不能太贵，是吧？35 OK 我接受。然后我估计他们给我这个定价是刚才，因为我说除非你能把价格打到$25一个月，3年不涨价的这个基础上又稍稍高了一点点，最后给我达成了这个 deal。然后我觉得脸皮厚一点的话，也可以把价格说得更低，但是这样就不带讲理了，我也就没有这么做。所以呢，感谢这一对小貔貅带来的，就是变相省钱，就是我赚了，对不对？带来的小小的财运。我看今天要么就暂时先这些，因为还有，其实我列出来了说，就是我可以分享的点，其实就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点，我其实是可以做分享的。但说实话，那个20分钟的长视频，今天折腾的我有点累。
就我打算说，今天的任务是不仅上传完那个 vlog 002，录好这第4个 vlog， 剪完第4个 vlog， 然后定时到明天上传。就因为我不想，我其实在训练自己，一天录视频，然后一天剪视频。我不想变成我剪前一天的视频，然后我录今天的视频。我尝试把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合在一起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今天就不要太为难自己了，这个视频就不要录太长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点要分享，就是既然它现在更像是一个视频日记的功能，那应该不会哪一天就没有分享的内容了吧？就是我今天摆烂一天，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。我觉得我曾经有过那种一整天摆烂什么都不想分享，然后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1整年的状态。它其实首先这个状态并不好啊，听起来很爽，但其实是一种我并没有照顾好我感受的状态。所以我相信只要我每天照顾好我的感受的话，我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上来做分享。OK， 那今天大概就这一些，谢谢大家 ，See you guys next time。